伊朗政府刚刚宣布全国进入为期40天的国家哀悼期，同时确认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去世。哈梅内伊究竟是谁？他的去世为什么会影响整个中东甚至全球的金融市场？阿里·哈梅内伊并不是伊朗总统，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领导人，他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最高领袖，是这个国家真正的权力核心。在伊朗的政治结构当中总统负责行政事务，但最高领袖拥有最终的决定权。他掌握军队指挥权，控制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国家安全、外交战略以及核计划拥有最终的裁量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伊朗的国家方向并不是由选举决定的，而是由最高领袖决定的。哈梅内伊今年87岁，他自1989年以来一直处于这个位置，超过30年的权力集中，使他不仅是一个政治人物，更是整个伊朗体制稳定性的象征。当他身亡的消息传出的时候，市场真正担忧的并不是他个人的命运，而是一个问题：伊朗是否会进入权力真空？因为一旦最高领袖体系出现了动摇，伊朗国内的军方、宗教体系和政治派系之间的平衡就可能会被打破，而这将直接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为什么美国长期和伊朗处于对抗态势呢？理解这个事件，必须放在更大的中东结构当中来看。过去几十年美国在中东维持核心秩序，主要依赖3个支点：能源通道安全、盟友体系稳定以及石油美元体系的循环。而伊朗长期被视为这一体系中最不稳定的变量。伊朗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重要地缘位置，而全球大约1/3的海运原油需要经过这个通道。一旦这个区域出现了冲突，全球能源供应预期就会立即发生变化。同时，伊朗在这个地区事务当中的战略立场和他长期与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形成对抗关系。而就在最新的消息当中伊朗方面已经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了航运限制，多艘油轮暂停通行。这个信号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军事层面的冲突，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全球1/5的石油贸易需要经过这里。一旦运输受阻，市场担忧的将不再只是地区安全，而是全球能源供应是否会出现结构性的收缩。当油轮开始停航的时候，原油价格的风险溢价往往就会迅速上升，而这正是通胀预期重新被点燃的起点。因此，美国针对伊朗的压力从来不仅仅是针对某一届政府，而是围绕着整个国家战略方向展开的。当冲突触及到最高权力层级的时候，市场会自动将其理解为地区秩序可能被重新塑造的信号，而真正的影响并不只会停留在政治层面。那么战争将如何传导到资本市场呢？很多人以为战争发生之后，金融市场马上开始反应，但真实的传导路径恰恰相反。第一步是现实世界的运行改变，空域关闭、航班停飞、航运路线调整，这些都意味着物流风险的上升。从过去的24小时开始，我们看现实世界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异常变化。中东多国陆续关闭空域，多家国际航空公司暂停航班，大量航线被迫绕行。与此同时，从中东地区撤离的航班需求突然上升，部分回中国的机票价格剧烈波动。在所有的行业当中航空业往往是最早对风险做出反应的体系，因为飞机无法承受任何的不确定性，一次误判、一枚导弹、一次雷达识别的错误，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当航空公司选择停飞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军事风险已经被视为真实存在，而不再只是新闻层面的紧张情绪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地缘冲突升级，最先改变的往往不是股市，也不是黄金的价格，而是航线。当飞机开始绕开一个地区，当普通人开始为离开风险区域支付越来越高的成本的时候，全球资本市场开始重新定价。第二步呢，就是能源市场会开始重新定价风险，因为中东局势直接关系到全球石油供应的安全，只要市场开始担心运输中断，油价预期就会上升。第三步呢，是通胀的预期被重新点燃，因为能源价格几乎影响所有国家的生产成本。当通胀风险重新出现的时候，资本就会寻找避险资产，于是资金就会流向黄金和美元。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重大地缘冲突出现的时候，黄金往往首先上涨。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误区，黄金上涨并不是因为战争本身，而是因为不确定性。当市场无法判断冲突是否会继续扩大，是否会长期化的时候，资金会选择暂时撤离风险资产。
所以市场真正交易的是不确定性本身。那么黄金会一直上涨吗？当中东局势突然紧张，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黄金要暴涨了。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理解呢，往往也过于简单。黄金在地缘冲突中的表现通常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消息的冲击期，当突发事件出现，市场情绪迅速上升，资金在短时间内会集中涌入避险资产，黄金的价格会迅速向上冲。第二阶段呢是信息确认期，当各方开始评估冲突是否会扩大、是否会持续的时候，黄金的价格往往进入剧烈震荡期。第三阶段呢，才是真正的趋势阶段。如果冲突演变为长期的结构性风险，比如说能源危机或者全球通胀重新抬头，那么黄金呢可能进入持续上涨的周期。也就是说，战争消息本身并不等同于黄金将进入长期牛市。很多时候，黄金的快速上涨恰恰发生在恐慌最集中的时刻，而随后市场呢会逐渐的冷静，价格反而进入调整期。真正决定黄金中长期走向的，从来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以下的3个变量：第一，能源价格是否会持续上行；第二，全球通胀是否会重新抬头；第三，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是否被迫转向宽松。如果冲突只是短期的军事摩擦，那黄金上涨可能只是阶段性的风险溢价释放。如果冲突导致能源供应长期不稳定了，那么影响的将不仅仅是黄金的价格，而是整个全球资产体系的定价体系。那么真正会受到影响的资产顺序是怎么样的？在类似的事件当中啊，资产市场往往按照固定顺序发生反应。最先变化的会是能源资产，因为石油供应的预期直接受到冲击。然后呢是黄金和美元，这2类资产承担着全球避险的功能。当风险偏好下降的时候，资金会暂时流回所谓的安全资产。接下来呢，受到压力的往往是全球股票市场，尤其是高估值的成长股资产，因为风险上升意味着未来现金流折现率提高了。与此同时，新兴市场通常会面临资本阶段性流出的压力。但是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领域，那就是运输与保险成本。当航线绕行、海运风险上升的时候，全球贸易的隐性成本开始提高了，而这种成本最终会传导到商品价格和企业的利润当中。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地缘冲突看似发生在远方，最终会影响全球的每一个经济体。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去预测战争的结果，而是观察风险是否正在扩散。大家接下来呢可以关注3个信号：第一，能源价格是否在持续上涨，因为这决定着全球的通胀压力；第二，航运和空运限制是否会长期存在，因为这意味着冲突是否进入常态化的阶段；第三，全球资本流向是否明显的转向了避险资产，因为这会反映市场风险偏好的变化。如果这些信号呢只是短暂出现，那么市场冲击往往也是阶段性的。但如果现实世界的运行方式开始持续的改变了，比如说我们发现航线长期调整了，能源供应持续紧张了，那么资本市场的重新定价就真正开始了。很多人以为啊，中东的战争离自己很远，但是在全球化体系当中，风险从来不是通过新闻传播的，而是通过资产的价格在传播。当飞机开始绕开一个地区，当普通人愿意为离开风险区域支付任何成本的时候，金融市场往往只是晚一步做出反应的。现在开始正在上涨的，将不只是黄金的价格，而是不确定性本身。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